曾小雅还是推开了他的那束花，歉意的道：“林学长，你的花我不会收的，你以后也不必给我买花。”战月不着痕迹地站在了曾小雅的身边，他看着林健不语。林健很不喜欢战月站在曾小雅的身边，因为两个人站在一起，给人一种两人很般配的感觉。小雅，这位是……此刻林健不再把战月当成是来看病的病人了，他没有留意到两个人是不是一起回来的，但两个人一前一后进来，战月又站在曾小雅的身边，用着防备的眼神看她，似是曾小雅的护花使者一般。曾小雅偏头看一下战月，答道：“他是我曾经的病人。战先生，你稍坐片刻，我处理一下私事。等会儿咱们再一起去万盛花园，带你参观一下我房子的装修风格。”战月温和地应着：“好。”战月走过去，微笑地和曾二叔夫妻俩打招呼。排队等着看病的病人看着这一幕，懂的都懂。常来曾家这里的那些老熟人，上下打量着战月后，问二婶：“老板娘，这个是你侄女的男朋友吗？我以为林医生才是呢，林医生天天过来帮忙，我想着只有亲戚关系才会这般勤快帮忙的。”这几句话，那妇女就说得很小声，免得林健听到。小曾医生不喜欢林健，其实他们这些过来人也看得出来。每次小曾医生下班回来看到林医生，除非诊所里很快，否则他都会很快就上楼去。若有情，他怎么可能会避着林医生？林医生也是痴情，刷了2年的存在感，打着请教医术的旗号，天天过来帮忙，到头来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也没有空，因为林医生每次过来请教时，曾医生都很大方的赐教。林医生现在的医术都进步了很多，去林家诊所看病的人慢慢增多，就是林医生医术进步的显著结果。二婶答道：“林健平时过来都是向我家老曾请教医术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喜欢了小雅，他这2天才向小雅表白的。小雅说了，只把他当学长，并没有男女感情。那位帅哥嘛，是小雅的病人，出了车祸，小雅是他的主治医生，现在伤好的七七八八了，办理了出院手续，还给我们小雅送了锦旗呢。跟着过来应该是去看他的新房子吧，他买的房子恰好在小雅的楼上，都在万盛花园。”在林健和战月之中，二婶是更看喜欢战月。如果战月只是个普通人，不是豪门少爷，他早就全力支持战月了。可惜战月是首富家的8少爷，他们曾家是不差，可与战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。他们并不想家里的女孩子高攀豪门，婚姻呀，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。林健如果不是要帮扶太多的人，与小雅就是很适合的。大家都是医生，林健自己开诊所，时间相当对来说要自由很多。以后有了孩子，小雅忙着上班，林健就能兼顾到孩子。可惜林健背后的原生家庭会拖累他，父母兄妹连同侄儿女们都需要他帮扶，他赚再多的钱也不够帮扶一帮的亲戚啊。听说林家的那些亲戚有点头痛脑热，是直接让林健开药，但不给钱的那种。若是林健这里解决不了，就要林健动用关系帮忙安排到大医院去。安排到大医院去是小事，最怕的是别人没有那么多钱治病，还要林健垫付医药费。曾小雅如今在管城最好的医院上班，林健喜欢小雅是真，却也是看中了小雅的工作。以后帮林家的亲戚安排住院看病什么的，方便点吗？曾家网上数6代都是行医的，有自己开诊所，也有像小雅这样进入大医院上班，还有在私人医院的。在医学这方面，他们的人脉很广。林健凭着自己的能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，是很优秀了，但他却是林家唯一一个学医并有出息的人。他喜欢曾小雅，说他没有看中曾家在医学界的人脉及地位，那是假的。原来是小曾医生的病人呀，我还以为是林医生的情敌呢。二婶笑笑，是情敌的话，
你觉得林医生还有机会吗？那个女人再次看向战月。战月不会看病，他无法帮病人看病，也还不会抓药，但他又不想闲坐在那里，便帮忙收收钱。他感受到大家打量他的眼光，他也不在意。优越的外在条件，他并不怕别人的打量。和二婶闲聊的那个病人小声说道：林医生没有胜算的机会。这个年轻人不仅长得好看，那气度也很好，应该是家里条件不错的，能培养出这样的孩子，他的父母想必也很优秀。不过林医生跟你们一样都是医生，也很有本事，年纪轻轻就自己开了诊所，医术也好，也有房有车了，其实跟你侄女很适合的。曾二婶还是笑笑，没有接话。这些人虽然经常看到林健过来，但对林健的原生家庭并不了解，只知道林健开有诊所，有房有车，略有点存款，这样的年轻人就很好了。他帮那女人抓好药后，将药递给那女人，说了要钱。那女人见战越帮忙收钱，好多老人家过来看病都是付现金的。这么好看的男人，我一把年纪了，看着都喜欢。我今天给现金。他拿出一张100块钱，走过去将钱交给战月。二婶适时说了要钱，战月便收下了那100块钱，再找回了一点零钱给对方。曾小雅带着林健走出了诊所，两个人站在诊所门口的右边，有玻璃门间隔着，里面的人也听不清楚他们俩说的话。林学长，我们真的不适合，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，你身边有真正喜欢你的人，你只要放下了对我的感情，接受他，你才能收获幸福，实在没有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我说了不爱林学长就是不爱，以前不爱，现在不爱，以后也不会爱。林健的诊所里请有护士的，有一个未婚的女护士就爱慕他，一心想嫁给他，成为林家诊所的老板娘。林健没有接受他的感情，却也没有辞退对方，由着他在那里继续上班。可能那个女护士被林健当成了备胎吧。那女护士比曾小雅都要小2岁，长相清秀，脾性温和，很有耐心。去林家诊所看过病的人对那个女护士的评价都很高。女护士毕业出来就进了林家诊所的，在那里也干了好几年，林健的家庭情况想必也清楚了，都还深爱着林健，代表他能接受林健的原生家庭，所以曾小雅才会说他们俩才适合。他既不爱林健，也不接受林健的原生家庭，不喜欢当伏地魔。就算他勉强接受林健，以后若是真的在一起，林健总是帮扶这个那个，次数多了，时间长了，他必定会和林健吵架，吵架伤感情。他不是说兄弟姐妹间不能帮助，但不是一直倒贴扶贫。林健每个月除了给他父母生活费，他兄弟姐妹那里也会给一点钱，给多少曾小雅就不知道了。是林健自己说的，说他是他家族里混得最好的人了，父母养老都靠他，指望不了他的兄弟姐妹。他说不仅指望不了兄弟姐妹，他还每个月都给兄弟姐妹一点钱，说他们生活压力太大，他以前读书，兄弟姐妹们多少也资助过他，他要报恩，每个月都给习惯了，他的兄弟姐妹俩理所当然了。曾小雅觉得林健要报恩是应该的，但不是那样补贴扶贫，而是帮助他们自立自强起来。都说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了。林健很难过，他在曾家这里刷了2年的存在感，才敢鼓起勇气向小雅表白。可是小雅拒绝了他，他送来的花他不收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他，他不爱他就是不爱他，不管他来多少次都没用。他看向在诊所里帮忙收钱的战月，问曾小雅，是因为他吗？小雅，你喜欢他是吗？林学长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不爱你就是不爱你，与任何人无关。战先生只是我曾经的病人，他今天跟着我过来，是因为他买的房子恰好就在我楼上，他想参观一下我房子的装修风格，他要开始装修了。
所以我们才顺路的。可是我看他对你似是有情，他很护着你。男人的心思也有细腻敏感时。刚才战月站到了曾小雅的身边，那副护花使者的架势，林健就感受到了战月对曾小雅的维护及独占欲。曾小雅失笑的道：“林学长，你看错了，我和战先生认识都没几天，而且交集很少。他住院期间，我就是每天查房时会去一下他的病房，平时都是不怎么去他的病房的。林学长，我们的事真与他人无关，我一直只把你当成学长来看待，从来没有想过和你发展成恋人。我刚转回管城的医院上班，还没有完全适应，工作又忙，压力也大，现在也无心恋爱。林学长，真的谢谢你的喜欢，但我不喜欢你，你放弃吧，也不要再给我送花送礼物，我不会收的。以后你若是冲着我来的，还请你不要再来。如果是来向我二叔讨教的，那我管不着。不过我不会招待你，我的婚姻我做主，我家里长辈，不管是哪一个都决定不了。意思是叫林健不要再哄着他二叔二婶了，哄他两人没用的，他们只是他的二叔二婶，又不是他父母。就是他的父母也不能强制性的让他和谁恋爱，嫁给谁。父母兄长虽然会催一催他恋爱，但也说过，他的婚姻他做主，他们只是提供一下意见，最后做决定的是他。林健看着他，眼神里带着乞求，他伸手想抓住小雅的手，但被小雅避开了。小雅，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喜欢你了。那时候你还在求学，我怕吓着你，也怕影响你学习，再加上你和金浩还在一起，我就一直控制着对你的感情，不敢表露出来。我在等着你恢复自由身的那一天，好不容易等你和金浩分手了，想到你受了情伤，短时间内肯定不想再开始新的恋情，我又继续等着，特意在离你家里不远的地方租了门面开诊所。我是年轻的医生，经验不足，很多病人都不相信我诊所生意惨淡，我就厚着脸皮过来向二叔请教医术是真，想在你家长辈面前刷存在感也是真的。小雅，我做这么多其实都是为了你。小雅，我知道你现在不爱我，无法接受我的感情，我也不要求你现在就接受我的感情，我只想要一个机会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他知道追妻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在决定向小雅表白时，他就做好了追妻的心理准备。曾小雅迎着他的注视，表情严肃又无奈的道：“林学长，你要我说多少次才能听进去？说了，我不爱你，就是不爱你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感动。你做的再多，我也不会回应你。你喜欢我，是你的权利，我无法阻拦你。但拒绝你，不爱你，是我的权利。我说了，以前不爱你，现在不爱你，以后也不会爱你。你也说了，我们认识了好几年，若是我会喜欢你，早就喜欢了，用得着等到现在吗？他们俩并不适合日久生情。林学长，我刚下班回来，很累，实在不想再应付你的纠缠。你回去吧，好好经营你的诊所，珍惜真正爱你，愿意与你共于一生的人。曾小雅说完后，撇下了林健，回诊所里去。林健看着他进去，并没有再跟随。他说得很明白，表情也有了不耐。他跟着进去纠缠他，只会让大家都难堪。沉默了良久，林健才离开。他买来的那束花，曾小雅不收，他只能抱着花束回到他的诊所。林医生，有2个病人在这里等了他几分钟。喜欢他的那名女护士打了2次语音电话给他，他没有接听。见林健情绪低落回来，那女护士就知道他去追曾医生又被拒绝了。